昨天啊，蔡云峰的举报信里头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下。他就讲，2005年的时候，甘肃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姚远，也就是他举报的这个人呢，被一个姓周的商人给骗了。这姓周的商人当时跟他讲，说他可以帮他运作到公安部当警备局的局长。这姚远一听就喜出望外就给了他一大笔钱。但具体给多少钱这蔡云峰不知道。当然后来这件事情也没弄成，也就无疾而终了。那么姚远呢就被这姓周的商人给骗了。当然了，这个姚远呢因为这件事情去拿钱买官嘛，所以呢他其实被骗了，他也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哑巴吃黄连，他也说不出来。那他为什么会被这个姓周的商人给骗了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姓周的人呢是当时甘肃省省长宋兆树的座上宾。宋兆树的座上宾。那为什么宋兆树会这么抬举这个姓周的商人呢？这还有一段故事这姓周的商人其实早年他就在中组部的招待所里租了几个房间来做这个公司，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一些中组部的低级的官员，然后呢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就认识了当时河南省的省委副书记宋兆树。因为你想嘛，那个时代很多政府官员肯定都把中组部当祖宗一样供起来，是不是？到北京去，到中组部去跟那些官员去打点交往这个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估计是通过那个途径一来二去认识的。那么98年的某一天呢，这个姓周的商人呢无意之中听到这些中组部的低级官人说组织上准备把这个宋兆树从河南省调到甘肃省当省长。宋兆树当时在河南省是省委副书记，准备调他到甘肃省当省委副书记加省长，这等于就升了嘛，对吧？由你这个领导班子里的一个副书记变成一个省的，这封疆大吏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个姓周的商人听到之后，立刻就给宋兆树打电话里祝贺他，说你马上要被调到甘肃省当省长了。这宋兆树喜出望外没几天这个消息就落实了，对吧？那他就认为这个姓周的商人肯定是个手眼通天的人，从此呢就把这个姓周的人当做这个神仙供起来，请这个姓周的商人到甘肃，然后给了他很多好处。那姚远一看这个省长把这个宋兆树当做这个手眼通天的人，那他肯定也是认为姓周的商人就是这样的人嘛。于是他也就巴结这个姓周的商人，以为这个姓周的商人也真能帮他解决，弄到公安部去当警备局局长了，是吧？我为什么想起这个细节我就说其实在买官卖官的这个场中在北京其实云集了一大批骗子，外地当然也有但是北京这样的骗子非常多，绝不仅仅像姓周的这个商人一例。我呢其实在过去的采访过程中间，我就知道有这么一起真实的故事跟这个姓周的商人呢，其实经历有点像，当然比他的经历更传奇。我今天因为是周末，也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说的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个农民出身，是个东北人。其实他是木马大案中间的一个边缘性的案子但其实他这个案子不为人所知，但是其实怎么说，情节更曲折更精彩吧。他早年到北京他无所事事，最后呢他就租住在中南海旁边有个8341警备这个部队的招待所，大家都知道这个招待所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非常朴素的招待所。别看8341部队听起来如雷贯耳但其实8341部队服役的这些当兵的人都是普通的士兵。那么这些士兵里头有家属来到北京来看他们或者有媳妇儿到北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8341的这个招待所里。这个人呢就租住到这个招待所里的时候，就认识了这批8341部队里的一些小年轻。这些士兵虽然说平时给中南海站岗其实自己就是普通的士兵，很多人还是农村来的。这个人就通过给条烟各个方面跟这些士兵拉感情，最后他就跟这些人打成了一片。他最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中南海其实进入的车辆是认车不认人的。也就是车牌照这些当兵的人呢，给中南海守卫的时候都会记一些重要车的车牌照，见着车牌照的时候，在自己的目录里面敬个礼，车就进去了，并不下车检查。所以他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开始想歪点子了。想什么歪点子呢？他就给他家乡里头的一些领导干部打电话呢，就说他现在在北京混出牌面来了，可以带这些
市长啊、县长啊进中南海转一圈。这些市长啊、县长啊，其实虽然在当地是一把手啊，但其实到了北京什么也不是，就是平头老百姓。别说中南海了，中南海那门从哪么开，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把他当做手眼通天的人，是不是？那他怎么做到了呢？到了北京之后，他就把这些市长啊、市委书记啊，有的是县长啊、县委书记啊，装到一辆就是这中南海这些警备司令部那些士兵搞的那个汽车里头。这些汽车呢开到中南海的时候，士兵一看这车牌，敬个礼，这些人就进去了。只要这个车在中南海里头不落地，不下来走，转一圈啊，再转出去啊，没事。所以啊，这当地的政府官员啊就传开了，说这谁某某某啊，在北京现在已经混得不得了了，可以把人带到中南海里。那你想想，这个人水平、这个能耐力得多高啊，是吧？他就靠这种方式在北京起步，最终就一步一步骗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说他在北京手眼通天嘛，很多人就不停地给他送钱。然后呢，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在北京交际圈子也慢慢开始打开了。最终他骗到了什么呢？他最终骗到了眼看就要把他任命为国家供销总社的社长，正部级官员呢，差一点啊。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已经混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个干部。其实这个人呢，后来被定义为假学历、假干部，什么还有这个假履历吧，什么之类三假干部啊。他后来嚣张到什么程度啊？他其实当年东北有人就是自己就是家里头的人呢，因为涉黑啊，就杀人呢，这黑社会就被枪毙。枪毙之后呢，眼看就要执行了，他家属到北京找到这个人，说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给了他10万块钱。你说他有多大的胆子？他就到找那个常委的秘书，在北京用红旗子的电话直接打电话打到了这个东北沈阳，说你们这个马上要执行的这个犯人呢，停，这个人有冤屈，这个有隐情，不能杀。结果把那个沈阳那边人吓坏了，是吧？马上就要上刑场枪毙了，第2天就枪毙了。结果这个人就给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就又调查了几个月，发现其实没什么问题，最后又上刑场给毙了，是吧？你像这个人，他确实是这个有多嚣张，是吧？然后他到了东北见这个穆绥新，当年东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辽宁省的省委书记穆绥新，他管穆绥新叫穆三儿。大家都以为他是江泽民的亲戚，然后他经常带着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呢，到东北去。那当时这些地方的省委书记啊、省长啊，都把他奉为座上宾。他最后出事之后，江泽民呢，把他这个穆绥新叫到北京去臭骂一通，说你为什么不去来核实一下？据说穆绥新从这个江泽民大骂一通之后出来啊，跟别人讲，他说哪敢核实啊？万一是真的呢，是吧？这个人后来因为他确实是罪行累累啊，他什么钱都敢赚，然后最后事情败露之后，被有关部门就指定由一个检察机关呢去审他。审的过程中间，这个人是百般抵赖啊，什么都不承认。然后最终呢，其实有关部门就是暗示说那个标准呢也不用查得太清，不用查得太清楚，只要够那死刑的标准就行了。所以最终呢，一过死刑线就不查了，也不问了。最后呢，就以死刑立即执行，把这人给枪毙了。江泽民据说在这个案子中间的批示的时候，说是耻辱啊，说就这么一个三假干部、假学历呀、假党员呢，最后就差一点混到一个这个共产党的正部级官员，是吧？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笑话？就是古代的钦差大臣的那个笑话嘛，是吧？俄罗斯那个小说里钦差大臣那个笑话。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在北京啊，那官场里有那么多所谓的政治掮客啊？为什么有很多人热衷于去到那个方式就给这些人送钱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说的，就首先是有买官卖官的市场存在，这个市场存在，那官确实可以买来啊。那你想想，像姚远，我们昨天看的那个举报信里的故事，他的那个副厅长和厅长几乎都是买来的。他是因为首先买来了所谓的副厅长和厅长，他才认为其实到公安部当警备局局长这件事情花钱也能搞定。然后呢，这个过程中间有人认为其实可以帮他花钱搞定的话，他就信以为真了嘛。如果他在此前其实没有历练过，没有浸淫过这样的游戏规则，有人跟他说花钱买官，其实他也不一定相信，对吧？
是因为他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规则，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自然就相信了，是吧？只不过北京的官员，他作为姚远来讲，他够不到，他想送钱，他不知道给谁送，他送钱都没门路，对不对？乱送还容易出事呢。你不要以为送钱本身呢就安全呢，你真拿几百万到北京，你找一个部长家里送钱，有可能没达到目的，很可能自己进去啊。大家都知道，当年深圳那个市委书记那叫什么许什么来着？他出事的时候就到北京咣送钱呢，一人送200万呢，结果当即就被人给搞定了。说这人怎么回事啊？到北京来送钱，一个人送200万，是吧？所以送钱这件事情也有讲究。对于姚远来说，这个其实他搞不到北京的门路。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能送钱，他就信了。第二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不透明嘛。你政府官员的所有的这些任命啊，其实都是密室政治。你在密室政治的这个规则下，说白了啊，就一定有骗子。就我们刚才讲的那古代的钦差大臣的故事，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啊？是因为其实它是密室政治的结果。在密室政治的情况下，说白了啊，就是权力运作的体系本身，它有好几个指向。如果是民主选举的体制，就是一个都是公开透明的，说实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第一，不可能出现买卖；第二，也除了职位之外，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啊。但是在密室政治中间就不一样了，这个人也许不是没有什么权利，但是这个人假如说是江泽民的小舅子，是不是？那其实他拥有的权利可能比一个省长、省委书记这个相差无几，甚至比他们还要更大一些。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政治嘛，它不是职位效忠嘛，它是个人效忠嘛。但是在个人效忠过程中间，个人可以影响的辐射圈子本身都可以拥有一定的权利。这就是领导家里的司机和保姆同样拥有权利啊。你看你给谁开车？如果你给乡长开车，说白了你就是个司机。但是你要是给国家主席开车，你给国务院总理开车，那可不一样啊，那省委书记都说不定巴结你啊，对吧？你要是给这个政协主席开车啊，那在家里做保姆，当然也有风险了啊，就有风险，有可能这个跟这个政协副主席要是一发生什么问题，也有可能被杀呀，对不对？对吧？但是毕竟是你要是给他们家做保姆，你可能也会拥有比一般保姆所不具备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政治跟现代政治的区别。所以啊，在北京有大量的这样的政治骗子。其实这样的政治骗子，其实不光是过去有，现在也有啊。这些人在北京的市场，其实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外地来的那些所谓的有钱的商人，比如说想见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啊，他们做个掮客，帮你介绍介绍。其实这些人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利，但是就给人感觉他特别有能耐。再就是外地的一些官员，可能在本地其实官儿当的也不小了，但是到北京之后就是连门都摸不着，然后这些人就出现了，找一个什么饭局啊，给你讲一讲啊，这个云里雾罩的，这很多官员就开始给他们钱。这个里头有个好处，就是骗这些官员的钱呢，风险很小，就是这些官员被骗了，他也不敢说，因为你花钱去买官，说白了这件事情本身就违法。再者说了，你其实没买成，你敢出来说吗？对不对？你不敢说，其实这事儿也很丢面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其实这个就导致了这么大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市场吧。那么这个市场的存在，最终呢也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官场现形记的一部分呢。说白了啊，就中国的反腐市场啊，如果要是真的把它一些内幕全讲出来，可能比那很多写的那个反腐小说里要精彩的多。只不过这个东西啊，不能轻易全让普通老百姓知道。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讲那个故事，其实我们的媒体从来没报道过。那么如果要是真都爆出来，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对吧？那么这个党的伪光正那个色彩呢，也就会变成了一个笑料。所以呢，这个案子啊，当时把这人枪毙了之后啊，基本上也就压下去了。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周末了啊，其实我们也不讲什么特别深刻的故事，特别深刻的道理的，就是在讲，在一个政治神秘运作的体系中，政治骗子也是会如影随从的，不仅仅是那些商人，也包括这些骗子，好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